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00后女演员赵今麦不走流量歪路，专攻演技，她凭什么能杀出重围？平时爱看剧的老伙计估计都有个共同发现，现在00后小花里，最不像流量艺人的那一个，反而混得最稳，就是赵今麦。这妹子走的完全是反人性路线，却硬生生杀出一条实力派的路子。说句实话，我最早对她的印象停在巴啦啦小魔仙那个灵美旗上。小时候跟妹妹一起看的，满屋子魔仙棒。后来在新闻里看到，说那个戴着双马尾的小姑娘，长大后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。我当时还愣了一下，这个童星没跑偏啊，还往正路上走。你看现在童星长大有几种常规路线，一种是疯狂消耗童年滤镜，流水线小甜剧一部接一部，观众刚开始还能喊一句童年回来了，演多了嘴都酸。另一种干脆不演戏，忙着上综艺、搞直播，营业感情线，流量一来，片酬上去了，作品水不水，好像也无所谓。而赵今麦这一波操作路子就明显不一样，他是直接把自己按在剧组里。他从小拍戏是真有国民园的小别离里那个有点倔、有点敏感，学习还挺好的秦，小孩心里的那点小心思，他拿捏得很准。有媒体当年采访导演，导演就说他记戏快，能听得进话。中国电影报道之类的节目也提过，这姑娘在现场不爱玩手机，老盯着监视器看自己哪演的不对。你想啊，一个10几岁的孩子不去玩耍，盯着自己演戏看回放，这心态就不太像普通小孩。而真正把他打出去的是2019年的《流浪地球》。郭帆导演在采访里说过，选韩朵朵这个角色的时候，需要一个有点倔强、有点虎但又不讨厌的女孩。最后定了赵今麦。电影上映直接冲到40多亿票房，她凭韩朵朵拿到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14岁左右就跟一堆前辈名字放在一个提名栏，起跑线压根不在一个量级。说句难听点，换个人，这么小就站到这么高的平台上，多半要开始失控。邀请上门的片子和综艺，各种青春偶像、校园甜宠，全都递剧本，你不接，别人排队接。网上当时有不少报道说他在《流浪地球》后，团队是收到很多高片酬的现代偶像剧邀约，他这边陆陆续续推了不少，而是接了《少年派》。你看这个选择就挺有意思的。《少年派》这个戏一眼看上去是很生活流的家庭剧，人物不光鲜，说白了没什么仙女滤镜。林妙妙这个角色有点贫嘴，有点上头，啃指甲，睡懒觉，跟父母对来对去，很多家长看完都说像自家小孩。而这个角色一旦演不好，就很容易变作精，观众一下就烦了。赵今麦在这部戏里把那种普通高中女孩的小别扭、小骄傲、小虚荣都演出来，又不让人讨厌，这其实挺吃功力的。我当时看完就有个感觉，这姑娘不追好看女主的那条路，她追的是像真人的女儿。这种路线，短期不要演，长期容易走得稳。而之后的发展，基本应验了这个判断。真正把她从有点演技的小童星打成00后实力派的，是开端。这个剧播的时候，网上有数据，几大平台热度都拉满，视频网站热度飙升。社交平台上每天都是今天又重新上车了没的讨论。无限循环的公交设定本身就不好演，观众一看就是同一辆车，同一群人。你要演出每一轮心理变化，这就全靠表演细节撑着。赵今麦演的李诗情，一开始是猛的、怕的、慌的不行，到后面开始冷静、分析，主动找线索，
她那些微表情变化其实挺细腻的。你仔细看她眼神，从发猛的救命啊变成等一下，这里面有问题，再到后面那种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但还在硬扛的状态，有路人做过剪辑对比，氛围差别挺大。而这些东西靠滤镜是给不出来的。而开端播完后，你看他的剧本选择更明显偏向一个方向，不重复，不偷懒。迷雾剧场的《少年巴比伦》原称漂白这个项目，从立项起就被说是质感悬疑。他演的真真身上带着阴影和秘密，这种人物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工具人，或者是为反转而反转。他在里面压着演，很多部分是那种憋着劲的情绪，观众看着有点难受，但就是觉得可信。再到杜华年，这剧官方宣传的时候重点就在双强，她演长公主李荣，气场拉得很满，不是以前那种小女孩式的撒娇，而是有决断、有谋略、有担当的女性形象。有媒体在剧评里说过，赵今麦的台词和眼神撑住了长公主的压迫感，这句话我挺认同。你看很多同龄小花演古装，要么就是纯甜，要么就是装凶。她这边的状态是我可以温柔，但我本质不好惹。同一时间段，她还有曾少年骄阳似我这种偏现实向的现代戏，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切来切去。像骄阳似我，她演的女生没有大女主光环，就是普通年轻人，有挫败，有迷茫，也有韧劲。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，她基本不接那种傻白甜一路被人宠着，结尾嫁总裁的路数。这在现在00后女演员里真的不算多见。而从平台实际看，她也已经交出了挺硬的成绩。公开能查到的信息里，她主演的多部剧在优酷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的站内热度都冲到过平台高位。有数据统计过，她是较早一个在3大平台都拿到高热度剧集的00后女演员。这个含金量比光看粉丝超话好看太多。有意思的是，事业线上这么忙，生活里她是那种没啥存在感的明星。你翻她社交平台，发的不多，图也不精修，就是随手拍。没新剧的时候基本不冒头，不追热搜，不上观察类综艺狂刷脸，连一些常见的机场生图营业都少。有次媒体在采访中提到流量这个词，他直接说自己不太会玩这些东西，只希望观众记住角色。说到底，他还是把自己当成演员，而不是带货型艺人。拍戏这块，他也挺舍得折腾自己。流浪地球那会儿，他在冬天拍外景，穿着厚重服装跑来跑去，剧组人员采访里说过，他几乎不喊累。后面有些戏里面需要晒黑、素颜出镜，他也真晒，不太依赖美颜滤镜。你看一些路透图，状态和正片差不多，这个在精修满天飞的年代，其实挺逆风的选择。有网友老爱拿他跟同时期的一些00后小花对比，说人家都在上综艺当常驻嘉宾，他一年就闷头拍1-2部戏，这种对比倒也正常。大家看热闹吗？但我就纳闷了，现在观众嘴上说审美疲劳，不想看流水线小甜剧，可真到了投票打榜的时候，又会被那些甜宠剧牵着走。而赵今麦这种明明是按照老派演员的方式在走路，却在00后这一代里显得有点稀有。还有一点很微妙，她的长相一直是那种耐看型，不是打开就惊艳，靠一张脸横扫全网的那种，反而更像隔壁班学习不错、性格有点倔的女同学。偏偏这种脸放在角色里非常不出戏，不管是学生、打工人、长公主、宇航员女儿，都贴合得上去，也不会让你觉得这是某个大明星来客串生活。从行业角度看，
他这种路线其实对00后女生观众挺有示范意义。现在小孩刷短视频，动不动就看到各种轻松月入几万的内容，谁还愿意安安静静学一门手艺？而赵今麦是用自己的职业选择告诉大家，不蹭绯闻，不天天作秀，不疯狂营业，也能靠作品说话。当然，这背后离不开他童星时期就积累的资源和平台，这点也不能装作没看见。说白了，观众也不傻，谁在精心打磨角色，谁在敷衍镜头，大家心里有杆秤。赵今麦现在24岁，已经有了童年角色、科幻大片、爆款网剧、古装权谋、现实题材这一串履历，再往后怎么走，就看他能不能继续顶住诱惑，不被流量裹挟。而以他现在的节奏，看着还挺稳的。反正对我来说，他在00后小花里面已经是标准的实力派代表了。不靠感情线抢热搜，不靠他防博眼球，就拿剧本和演技硬杠，这种人多一个我就多看2部剧。老伙计们也说说，你最喜欢他哪一个角色？韩朵朵、林妙妙、李诗情，还是那个又飒又拽的长公主？评论区掰扯掰扯。